在下有礼了，小生伯恒君。今日旧闻胡说。哎呦我去，面具要掉。小小的失误，咱们继续。今日旧闻胡说正式开播了。旧闻胡说，谈古论今，分享有趣、有料、有深度的内容。本期节目聊一聊所谓中国古代四大发明，它是夸大其词吗？那么真正的四大发明到底是什么呢？闲话少说 ，Let's go！众所周知，现阶段流传的所谓中国古代四大发明，它们包括指南针、造纸术、火药和印刷术。自造出这个概念后，慢慢变成一个定论，颠簸不破。那么这个定论最早是谁提出来的呢？让我们来梳理一下。目前广为人知的说法是李约瑟来华提出来的，为了抗战需求，提高民族自信心。然而并不是，在李约瑟来华前，那时中国的课本已经记载了四大发明。再往前推，这四大发明的提法是根据三大发明演化而来的。那么是谁率先提出三大发明的呢？有史料记载，意大利数学家卡丹最早提出三大发明：磁罗盘、印刷术和火药，是整个古代没有能与之相匹敌的发明。之后，培根和马克思对这种说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，渐渐为人所称道，但是都没有标明发源地。那么又是如何和中国发生了联系呢？19世纪下半叶，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，其中有一个传教士麦都斯采用三大发明说，明确了他们是中国的发明，这是有史来记载的第一次。艾约瑟在其1859年出版的《中国的宗教》一书中，比较了中日两国的发明，曾将四种发明并列，指出他们没有如印刷术、造纸、指南针和火药那样值得夸耀的非凡发明与发现。之后有一个记者名为巴尔福，在《远东漫游》一书中将三大发明继而扩充至四大，不过说法不是四大发明，而是四种有价值的发现。后来有一个美国学者卡特提出了四大发明，这个称呼就是这么来的。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他的著作，名字叫做《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细传》。20世纪30、40年代，不少中国译者将该观点翻译到中国，至此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说法渐渐为人所知，逐渐成为了主流。这就是完整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说法形成。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，所谓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形成还不到100年，而现今该说法也越来越面临着挑战，质疑声也越来越多。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有关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界定都是什么：造纸术、指南针、火药和印刷术。官方说这些发明其对世界文明发展史也产生了很大影响。那么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呢？先来说一下造纸术，这是真正中国发明对世界有影响的发明，因为纸是承载文化的工具。但最早发明纸的不是中国，是埃及的缩草纸，使用时间长达3000年，公元10世纪后才停止使用。接着蔡伦改进了造纸术，毕竟在中国境内也发现比蔡侯纸更早的纸，比如灞桥纸。而后蔡侯纸又经过阿拉伯、波斯等国传播至西方。该说法准确来说应该是蔡伦改进的造纸术，这样才比较准确。在没有蔡侯纸传入之前，西方使用的是羊皮纸，这个制作费时费力，难以广泛传播。直到中国的蔡侯纸传入，这才知识快速流通，这是要必须承认的。指南针列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是最名不副实的。先说一下最早被认为是指南针的司南，既无实物，也无详细记载。一个名为王振铎的中国人，根据东汉王允《论衡》中记叙的几句话：司南之标，投之于地，其标指南，硬造出来一个模型，结果和地动仪一般，贻笑大方。此时勺子底部和接触面摩擦过大，根本无法转动
辨别方向。有人会说，皇帝当年发明的指南车，不好意思，和指南针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而且也没有实物留下，现在大多是复原的。四南如同后封地动仪和水运仪象台，迄今为止只能认为是古代传说而已。指南针也分两种，水罗盘和汉罗盘。中国古代发明并使用的是水罗盘，即使水罗盘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是从古代中国传到西方去的。而欧洲人发明的是汉罗盘，而中国是到了明朝嘉靖年间才从西方引进汉罗盘的。汉罗盘即现代指南针基本形式，有说法是意大利人发明。阿拉伯人的历史记述认为指南针是中国人发明的，经过了阿拉伯人有效改进才传入了欧洲。但是欧洲现存于指南针的记载早于阿拉伯，阿拉伯语中的指南针一词也是源于古意大利语。中国关于汉罗盘目前未发现早于西方的明确记载。火药，鲁迅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：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净身。之所以如此，不是古代中国没有往那边发展，而是臣妾做不到啊。近代西方人常常提到的，以及在近现代西方历史上起到重要作用的火药，跟中国所谓的火药并不是一回事儿。中国是最早发现黑火药的，这一点在目前的史料记载来说是没错的。但是火药分为黑火药和黄火药两大系统，两者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产物，没有任何传承关系，完全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技术系统。而中国古代的火药属于黑火药系统，黄火药系统属于近现代西方发明，跟中国没有任何关系。而且近现代军事和工程中使用的基本上都是黄火药系统，哪怕是黑火药也没有明确证据显示是中国传入西方的。目前主流的说法是可能通过阿拉伯什么的传入到了西方，但是没有明显证据。相反，根据明史记载，符合近代发射药正确配比的真正具有使用价值的黑火药，即硝 75%、硫磺 10%、木炭 15%，反倒是明代随着西方火器一同传入中国的，比如佛朗机。该说法准确来说是为黑火药，而不是单纯写火药。印刷术，这里的印刷术通常指毕生的活字印刷术。毕生的活字印刷术在中国本土因单个汉字数目庞大，必须制造大量活字，不如拼音字母活字简单，应用不太广泛，出土文物也不多。而且关于它和它的活字印刷，除了梦溪笔谈上简略的记叙外，就没有任何其他记载了。中国的拟活字印刷其实没什么人用，因为汉字拼字排版更麻烦，不像英文只有26个字母，拼来拼去很方便。后来这种方法也有人效仿过，清代翟金生等人就仿制过，为此居然花了30年功夫才印成第一本书籍，可见这种效率之低下，根本没有实用价值。虽然中国在活字印刷的时间上可能稍早于西方，注意这里说的是可能，但没有证据表明活字印刷从中国传入西方。中西方交通的必经之地，沿途的阿拉伯国家并未发现活字印刷的相关文物，甚至还一度阻碍了中西交往。欧洲的金属活字印刷是独立起源的，这里要着重说一下古腾堡印刷术。古腾堡的发明没有证据显示是从中国的活字印刷得到灵感，而且还发明了印刷油墨，改进了印刷机。古腾堡以这3项发明被认为是现代印刷术的鼻祖。而从宋代到19世纪的晚清之前，中国的印刷多用雕版印刷，使用的汉字活字印刷术其实是在19世纪才由西方活字印刷术及近代科学的基础上发明，而且是西方人与华人合作发明的。通过以上对中国4代发明的梳理，我们可以发现古代中国独立发明了原始的黑火药、雕版印刷术，改进了造纸术和指南针，这样才是准确的说法。这也就很好的说明了所谓的里约瑟难题啊。你问什么是里约瑟难题，就是说
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，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？其实根本就是伪命题啦，因为很多所谓影响世界的发明，更多是引进和学习，自然是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中国发生了。之前周奇墨走的是两条不同的道路，一个往南走，一个往北走，在同一道路上才能确定领先和落后，所以说李约瑟难题根本是个伪命题。现在的中国可能是差距最小的时候，因为都朝着一个方向走了。中国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元先生有一个观点，柏恒均也觉得赞同。他说，关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，可以遵循这样3个原则：要对中国文明或中国人生活有着广泛影响，继而影响世界文明的，要尽量保证在世界上有着尽可能大的发明优先权，不一定要绝对世界最早，要有足够的科学技术含量。他同时还提供了2组组合 ：A. 丝绸、中医药、雕本印刷、十进制技术 ；B. 陶瓷、珠算、胶子、阴阳合力。可见中国古代4大发明的代表是见仁见智，都会选出不同的代表，但绝不是现在所谓的这4个：指南针、造纸术、火药和印刷术。随着时代发展，该项认知一定会有所改变，正如日心说取代地心说一样，可能需要一个漫长时间。对了，最近又吹 5G 是华为发明的了，再过几百年，历史书上是不是将它标注为新中国4大发明呢？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询一下维基百科有关 5G 的描述。好的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